2号晚间，中菲双方共同发表声明，表示两国举行了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9次会议。磋商由双方副部长及官员牵头，对话坦诚且建设性，对外释放积极信号。过去的1个月里，菲律宾加大了在南海的挑衅力度，为何此时降低调门，寻求对话？南海紧张局势能否趋缓降温？来看报道。 此次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9次会议，由外交部副部长陈晓东同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在马尼拉共同主持召开。外交部指，双方就南海形势，特别是管控仁爱礁局势，坦诚建设性地交换了意见。中方重申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敦促菲方立即停止海上侵权挑衅行径。双方认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中菲双方利益，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目标，同意继续通过 BCM 等机制保持对话协商，管控矛盾分歧。菲律宾外交部在同日晚些时候也发表了一份声明，称中菲就南海局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讨论，双方一致认为有必要通过恢复信任、重建信心，为富有成效的对话和互动创造有利条件。声明还透露，为防止海上沟通失误和对峙，双方签署了关于完善菲中海上沟通机制的安排，并同意进一步讨论如何将这一机制付诸实施。双方也同意继续讨论恢复菲中海岸警卫队联合委员会，并提议为两国科学家和学者举办一次关于海洋科技合作的学术论坛。菲律宾通讯社指，被问及菲律宾正在推行哪些措施以及取得了哪些进展时，菲外交部并未提供细节。菲方还在声明中透露，中菲计划在中国举行磋商机制的第10次会议，但没有提到具体的时间。深圳卫视注意到，菲律宾方面的声明仍强调中菲之间存在所谓的重大分歧，并表示菲律宾将继续坚持不懈地保护自身利益。菲律宾资深媒体人黄栋新认为，虽然菲律宾在此轮磋商中释放了一定积极信号，中方仍在听其言观其行。过去的菲方挑衅以及种种在海上的作为，都让中方对菲方产生不信任感。中方对菲方的提议，现在还是持这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就不愿意来附和菲方的说法。外界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中菲能够举行磋商，已经向前迈出重要一步。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在2016年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访华期间发起成立，并在2017年5月召开第1次会议。不过，此后由于疫情以及马克思政府上台后频繁在南海挑衅等多重因素，该机制召开会议的频率逐渐降低。今年1月，中菲在关系跌入新低时举行了磋商机制第8次会议，并同意妥善处理海上紧急情况，特别是仁爱礁的地面情况。这也是中菲首次专门提及仁爱礁，而对于仁爱礁的关切同样延续至刚刚举行的第9次会议。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体现的是中国以双轨方式解决南海问题的思路。一方面，在多边领域，中国积极与东盟国家制定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持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在双边层面，中国与菲律宾等方面建立双边磋商机制，直接通过对话合作解决分歧。分析认为，如果这种双轨机制获得成功，可以作为中国与其他南海周边国家合作的模板。不过，随着中菲在南海的摩擦不断升级，外界对于磋商机制能够发挥的效能持观望态度。值得一提的是，相比频繁在南海挑衅的菲律宾军方，菲外交部门在推动磋商会议上表现积极。1周前，菲律宾外长马纳罗就透露希望与中方展开磋商，并表示中菲工作小组已经举行了会议，为磋商重启做准备。就在会议举行前，菲律宾海军发言人特立尼达仍在炒作称，中国海警6月17号在南海对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船只采取的行动，是近年来最具侵略性的一次。当天，菲律宾再次非法闯入仁爱礁邻近海域，并蓄意制造碰撞事件。中国海警首次对菲运补船只进行登临检查。事发后，菲律宾方面反指中方发射了催泪弹，破坏了设备，并指菲律宾一名水手失去一根手指，以此向国际社会卖惨。深圳卫视注意到，此前配合马克思政府炒作南海局势的多数美国媒体都对此轮磋商予以高度关注，普遍认为此次磋商具有关键意义。美国广播公司称，磋商会议是为了防止中菲在6月17号在仁爱礁发生的事件重演。美联社则在拱火。报道援引菲律宾官员称，在会议召开前，菲律宾计划正式要求中国代表团归还至少7支中国海警人员在6月17日的执法行动中缴获的枪支，并赔偿损失。不过，报道以层级不够为由，并没有透露这位官员的姓名。
美国《时代》杂志网站则援引澳大利亚悉尼洛伊研究所东南项目主任苏珊娜·巴顿表示，从此次会议双方释放的信息来看，中非都有降温的意愿，紧张局势可能会在短期内有所缓解。如果能信守这个规定跟这些规范，那当然对整个管控南海的情势是有帮助的。但是菲律宾的外交部、小马可斯当局以及菲律宾的军方，他们的步调并不是一致的，军方是冒进的，就说这6月17号的外交补给这个事失败之后，军方不会就此甘休的，所以他们还会找适当的时机或者找好的时间再来进行调试。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表示，7月1号，菲律宾派3艘海警船对其非法滞留仙滨礁的海警9701舰过驳人员物资，中国海警全程跟监管控。环球时报英文版2号公开了中国海警在仙滨礁的执法录像。报道指，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自今年4月起在仙滨礁部署特蕾莎马克巴努阿号，并曾于5月3号至9号、5月14号、5月23号至6月3号派出舷号4402、4404及4409的海岸警卫队船只轮替为这艘巡逻舰提供补给，物资包括水、燃料、食物及轮换人员。报道称，菲方人员在补给期间经常运送盒状物体，其中在5月23号的行动中，特蕾莎马格巴努阿号从另一艘船吊起印有一家菲律宾建筑材料公司商标的编织袋，这家公司的主要产品是水泥。外界推测，菲律宾企图在特蕾莎马格巴努号下方建造水泥支架，以便用人为的方式强行搁浅，企图炮制1999年开始在仁爱礁非法坐滩的马德雷山号登陆舰的模式，最终目的是打造菲律宾在南海的又一个永久性军事设施。深圳卫视注意到，中非举行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会议当天，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高调举行了美国独立日招待会。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出席了宴会，身上穿的还是早些时候与中方会谈时的那件紫色套装。拉扎罗表示，过去2年来，菲律宾和美国的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并表示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美菲同盟伙伴关系。美国驻菲律宾大使玛丽凯·卡尔森则重申，美菲联盟有着坚定不移的承诺。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马修·波廷杰也在炒作南海局势，并强行将此与台海问题关联在一起，引发外界高度担忧。2号，他在保守派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一场活动中表示，美国应当帮助菲律宾对非法坐滩仁爱礁的军舰补给，以此向中方发出信号。他甚至宣称，中国大陆正利用与菲律宾在南海的对峙作为攻击台湾岛的彩排预演。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在被问及对波廷杰的言论有何回应时，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菲律宾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并蓄意挑衅，美国不应利用这个问题挑拨离间，更不应进行干预。美国的干预行径也引发菲律宾国内一些人士的强烈不满。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1号再次公开批评，现在的菲律宾政府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允许自己被美国利用，导致马尼拉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他还谴责菲律宾允许美国在其军事基地部署中程导弹，认为这将推升紧张局势。他现在在南海的一切作为，比如说引进外力，加强与西方国家的互动，无非就是要壮大他的力量来跟中国抗衡，并且也以此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所以他的这种对南海主权的这个顾忌，并不会说因为现在这个事就退却了。这方面嘛，就是中方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像菲律宾的这种国家，都是其一时彼一时，言行是不一致的。7月2号，中非举行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9次会议，进行了副部长级磋商。在频繁挑衅南海局势后，菲律宾为何此时愿意同中方磋商呢？双方实际上关于海上磋商机制的，它是一个长期性的和定期举行的，到现在已经第9次。实际上，它最早上是在杜特尔特政府时期，中国和菲律宾双方形成的。那实际上，我觉得双方最初形成的时候，那实际上本着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当时中间有一条就是说，关于要和平解决领土领海终端而冲突，尤其是以这个磋商和对话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本身双边机制的这种建设，就是对 DOC 精神的
一种落实。那么我们看，实际上除了中国和菲律宾之外，那么中国和越南啊、中国和印尼啊和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也都建立了类似的双边磋商机制。那么双方就是为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管控危机，那么同时为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新的合作机遇，那么实际上是提供一个比较稳定、定期和这个通畅的一个沟通对话的一种渠道。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如此，现在双方在海上一线有很多这种摩擦，但是双方可能都没有完全放弃通过对话来解决这个冲突或者摩擦的这种希望。所以呢，我觉得也是一种姿态吧，要做好这种姿态，说保持这种对话机制不被这个中断。中非双方通过磋商还签署了关于完善非中海上沟通机制的安排。那您怎么看达成的这一协议呢？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双方的这种磋商机制，它一直都有。那么今年实际上从年初开始，双方已经有这个工作层面的一些对话这个磋商，那么到现在才会达到这个副部级的对话磋商。而且实际上这个对话磋商机制，刚刚也说了，它实际上已经持续了应该是第9次。那么除此以外，实际上还专门建立了一些海岸警卫队之间的这个对话磋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实际上这种专业性是在不断加强的，也就是说，更有效地落实到海上一线执法的层面，那么更有效的才能够防控危机的这种出现。所以我自己觉得要单独来看中非关系，那么要单独的，一方面要看他们在海上一线的斗争，同时要看实际上在外交啊、舆论啊，它是一个多方交错的一个结果。那么让双方呢，我觉得可以看到，就目前为止，各方都没有想发生军事冲突的这种可能性，但同时呢，又希望能够在海上进行一些动作，给对方施加一些压力。那么包括通过一些这种表演性的这种执法行动，那通过这种舆情给中国增加压力。那么根本的目的是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可能像菲律宾这样，希望能够捞取更多的这种实惠。就在磋商的同时，菲律宾派3艘海岸警卫船对非法滞留仙宾礁的舰艇转移人员物资。那您觉得为什么菲律宾要一边磋商一边挑衅呢？实际上这个我觉得和这个各国之间常用的这种方法是比较一致的，也就是所谓的双管齐下，甚至说是多管齐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双方当时一边在海上进行一些这种摩擦啊、谈判啊，甚至一些武装冲突，那另一方面又会在谈判桌前进行这种相互的这种讨价还价啊，或者保持一些对话冲突。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线的斗争它叫做斗而不破，根本目标是能够在谈判桌前可能会获取更多的利益。而且我觉得呢，特别要重视的一点，就是在这次磋商当中，那么实际上双方是重启了叫做中非海岸警卫队这个联合的这种委员会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在16年当时这个杜特尔特时期就已经建立起来。可以看到，在此后举行的几次这种联合委员会当中，实际上双方还进行过一些联合演习啊，一些对话交流啊，实际上是不仅要管控危机，而且要保持一种合作的态势。那么今天我们看这个机制重新的这种启动，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似乎是双方希望能够在这种高温的情况下，能够缓和一定的这个前线这种态势。但同时你也可以看到，菲律宾现在目前就是多线出击。那么在仙宾礁啊、仁爱礁啊、黄岩岛，他就说我多点布局，哪个地方我能够捞取实际的利益，那么我就可能和中国在一线这个谈判桌上谈判获取更多的资本。那根本上它都是出自各自的一种国家利益的目标。那么最后希望能够通过外交谈判获取更多的实际利益。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称，中非紧张局势升级是因为当前的菲律宾政府任由美国利用其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那您怎么解读杜特尔特的这番讲话呢？实际上，我觉得自从小马克思上台以来，上中非关系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种逆转。那么，尤其是
这个表现在南海问题上。那么我们会看到，实际上一方面不仅是老杜这么说，那么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在批评，那么菲律宾成为美国的一个工具，那么美国通过南海问题形成一个对华的海上封锁的一种包围圈。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事实，而且尤其我们知道，实际上杜特尔特时期，老杜对于美国来说，他这种反美的情绪是比较强烈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一直想说的就是要看到菲律宾本身国家政策的一个战略的这种自主性或者是主动性。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美国一直都在怂恿菲律宾。那么为什么说老杜时期没有，到了小马时期就有？那实际上可以看到，实际上小马自身的这种政策选择和老杜是有很大差别的，也就说明小马克思政府那么在现阶段它的政策目标或者说它的政权一些特征是区别于杜特尔特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菲律宾国内政治它在这种政治上比较稳定啊，经济发展比较好啊，它试图这种通过煽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那么通过南海问题，它可以捞取更多在经济上、这种军事上、外交上的一些利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要兼顾看到地区环境的变化、外部因素的影响之外，同时仍然应该注重小马克思政府自身政策调整的一些内在的一些逻辑，这样我们才能够有的放矢，那么处理好这个对菲关系以及对南海问题的这种局势的整体上的一个把控。